大家好，我是简说君，很高兴能在今天的国家与自由系列视频中，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颇具哲学和现实意义的话题——市场经济中的自发秩序。我们不妨先提出2个简单的问题，作为今天讨论的起点。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没有人设计的秩序，真的可能存在吗？第二个问题是，自由是否就意味着混乱？这2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提出，它们表面上是哲学思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有着具体而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享受着某种看似无形的秩序。我们去超市购物时，不需要有人告诉农民该种多少小麦，运输企业该派多少卡车，商店该定多少价格。我们通过手机软件点一份外卖，无需知道后台平台的骑手该骑什么样的车，或者加油站该为它储备什么样的油。一切运转得井井有条，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秩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设计者，也没有一位指挥官在控制整体。那么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正是奥地利学派关心的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那是一个制度竞争与思想碰撞极为剧烈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前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国家试图以理性规划的名义全面控制经济运行，从农业到工业，从生产到分配，几乎没有一处不在国家计划之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市场，但总体上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是由无数企业与消费者的自愿行为所推动。这场实验的结果我们都已知晓，计划经济在短期或许能快速调动资源，但在长期往往导致生产错配、物资短缺与人为灾难。而市场经济看似混乱，实则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弹性与效率，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自我调整、自我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深入思考的主题——自发秩序。它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自发秩序强调的是，一个良好社会的秩序不是来自某个天才的计划者，而是由无数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在特定制度下自然涌现出来的结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比任何人为设计的秩序都更有效率，也更能促进社会繁荣和个人自由。换句话说，秩序未必来自命令和强制，反而可能源于自由。经常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自由怎么会带来秩序？如果没有管控，社会难道不会陷入混乱吗？而哈耶克和米塞斯则坚定地告诉我们，正是对自由的误解，才让我们错误地以为秩序只能靠设计和强制。今天，让我们从什么是自发秩序出发，进而理解市场价格的真正功能，分析计划经济为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从而最终认识到，奥地利学派不仅仅是一套经济理论，更是一种对自由与秩序的哲学捍卫。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问题：自由真的能够带来秩序吗？在哈耶克看来，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自发秩序是人类社会能够走向文明的前提。那么，什么是自发秩序？我们又该如何将它与建构秩序区别开来？按照哈耶克的定义，自发秩序是这样一种现象，它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无数个体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通过互动、试错与演化，自然涌现出的社会结构。它不是混乱，而是高度协调，只不过这种协调并非自上而下的强制，而是在无数行动者之间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自发秩序通常具有3个基本特征，被称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3原则。第一，这种秩序没有设计者，它的整体形态从来没有人规划过，却能逐步演化形成。第二，这种秩序必须由规则支撑，参与者在某种普遍认可的规则下互动，比如习俗、契约、道德或法治。第三，这种秩序具有高度的可适应性和可演化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行动者的反馈不断优化。与自发秩序理论相对的是建构秩序，也就是我们平时更熟悉的设计出来的秩序。它是由某个中央权威或专家团体根据某种蓝图自上而下推行的体系，比如计划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建构秩序。表面上看，建构秩序似乎更理性、更高效，但哈耶克提醒我们，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中央设计往往无法处理整个系统的复杂性。从逻辑上来看，越是复杂的系统，想要长久高效的运作，就越适合依靠自发秩序而非人为设计。
让我们来看几个日常生活中的对比例子，更直观地理解这两种秩序的差别。今天我们所讲的汉语、英语、阿拉伯语，并不是由哪位天才设计出来的，它们是在数千年间，无数人为了表达、交流、记忆而不断演化出来的结果。相比之下，也许有观众朋友还记得一种被称为世界语的语言，是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立的人工语言。世界语的语法规则极其简洁，拼写发音一致，词汇主要来源于拉丁语族、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使其对欧洲语言使用者较为友好。相比自然演化的语言，世界语虽然逻辑清晰、学习简易，却缺乏一个庞大的、历史沉淀下来的、适应过现实无数场景的演化背景。由于缺乏真实语境的生命力，世界语从未像其发明者设想的那样真正流行。语言的成功不在于它的完美设计，而在于它适应过无数使用者。法律体系也是如此。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源自判例法，是在一代又一代法官的判决中逐步演化的，没有一部总法典指导它。而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则是典型的建构秩序，它通过系统设计将法律规则一体化、条文化。哈耶克认为，普通法更贴近自发秩序，它能更敏锐地反映社会中的实际互动与纠纷。而高度建构的法典虽然一开始看似清晰，却更容易僵化，脱离社会实际。我们再来看看城市的发展。在一个自由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常常看到市场沿街而建，商铺分布多样而灵活，街巷错落却便于穿行。比如曾经霓虹闪烁的香港街头，它可能看起来很混乱，但恰恰反映了居民、商户、交通行为数十年互动的最优化结果。反观前苏联或毛时代规划的新城，道路笔直，功能区分明，工厂、宿舍、行政机关一应划清，看似整洁，实则呆板。他们缺乏人的实际行动的反馈，也缺乏真正的适应性。由于缺乏生命力和真实的协调性，往往都会走向衰落。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秩序，往往是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意图的产物。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刻，社会秩序并不一定要靠一个全知全能的理性来规划，恰恰相反，它是在我们无数人的自由行动中，通过规则、反馈与调整，一点一点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思想与我们通常从理性主义或技术主义出发的观念完全相反，它要求我们放下中央控制的思维，重新审视个体行为的力量。因此，哈耶克重新定义了秩序这个词，秩序不是一个被建构的蓝图，而是一种在人类行动中不断涌现的动态规则系统。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发明物，而是一种演化现象。市场价格并不是单纯的标签，而是一种全面的协调机制。人类如果处在一种高度自由的社会，并不会制造混乱，这种社会恰恰是孕育和谐秩序的最佳土壤。既然自发秩序是一种无设计者的秩序，它并不来自中央计划，而是在行动者之间自然生成。但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如何在没有命令、没有计划、没有统一目标的前提下达成协调？答案其实很简单，依靠市场价格系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们不从理想制度出发，而从现实人类的知识结构出发。1920年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无法回应的批判，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米塞斯的观点非常简单：没有市场就没有真实价格，没有价格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计算，没有经济计算，计划经济就等于盲人摸象。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知识在社会中是分散的，是局部的，是对时间敏感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能够掌握全部的市场信息、生产资料配置、消费者偏好、技术进展、地理环境等，他们的信息量过于庞大，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像下国际象棋一样，靠逻辑推演设计出一套最优经济结构，因为在现实中，棋盘是无穷大的，棋子是无限多的，规则还常常在变。正是这种对知识结构的理解，让奥地利学派跳出了设计主义的迷宫，看到了市场的真正功能。
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究竟是如何协调这些分散的知识的呢？答案就是价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把价格看成是商品标签，比如说这杯咖啡值5块，那部手机卖3000块。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价格真正的意义是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信号，是让社会无数参与者得以协调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用一个经典的例子说明：假设某地发生洪灾，导致铝矿被破坏，铝的供应量下降，于是市场上铝的价格上涨。这个时候，政府并没有发出任何命令，没有召开紧急经济会议，但全国乃至全球的行为者，包括铝制品工厂、建筑商、罐头包装厂、回收企业、运输商乃至普通消费者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工厂开始寻找替代材料，投机者发现商机，增加库存调配，消费者减少不必要的铝制品消费，回收企业加强旧铝回收，全球铝资源向短缺地区转移。结果是什么呢？整个社会相关的资源配置都朝着最急需的方向自动倾斜，没有命令，没有指挥，但完美的协作发生了。这正是价格机制所创造的奇迹。1958年，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创始人伦纳德·里德发表了一篇风靡美国的经典短文《我一支铅笔》。这是一篇妙趣横生的文章，以一支普通铅笔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它自身的诞生过程。作者并未强调任何一个人的才智或组织，而是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如此简单的物品，其背后也隐藏着成千上万陌生人跨越国界、语言、文化的协作。有人砍伐雪松，有人采集石墨，有人提炼橡胶，有人生产运输工具。这些人类行为遍布世界各地，这些人彼此并不相识，他们劳动的目的也完全不是为了造一支铅笔，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支铅笔的存在，但他们的劳动却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协调下，最终形成了一支铅笔。每当我们走进商店，买下一支铅笔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用我们的一小部分劳动，交换构成这支铅笔的成千上万劳动者所贡献的微小部分。这正是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的真实写照。每个人只需关注自己领域的价格变动并做出反应，而无需全局知识，整个社会却因此实现了高效分工与资源配置。我一支铅笔这篇短文以通俗而优雅的方式展示了自发秩序的奇迹，一个没有中央指挥却能协调亿万人行动的系统。这篇文章启迪了无数向往自由的男女老少的心智与眼界，它既是对市场经济本质的礼赞，也是一封写给自由的情书。事实上，李德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拥有强大思想力量、引人入胜的故事，得益于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中的知识运用》。这篇论文一举驳斥了当时在知识界越来越流行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在民主社会全面施行中央计划经济的虚妄主张。哈耶克颇为幽默地写道，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应当进行计划，而在于计划是由某一中央权威来统一执行，还是分散由众多个人分别进行。从表面上看，价格似乎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但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语言，一种抽象语言，是市场参与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套系统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明白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组织能够全面掌握知识，包括市场信息，所以它只要求你对于你相关的价格做出响应。这样一来，分散的知识就会被有效地整合起来，价格系统就会完美实现社会运作整体上的效率。哈耶克把这个价格体系称为一个没有中央调控者的自组织神经网络认知系统。他认为市场本身是一种认知装置，它能够帮助我们弥补理性的局限。也就是说，市场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活的系统，它不需要理解整体情况，也能因个体神经元的反应做出整体优化。这一理论完全颠覆了现代理性设计主义的信条。我们已经理解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整合分散的知识，进而实现社会协作的奇迹。接下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取消市场，废除价格机制，改由政府或中央机构进行统一计划，是否能建立一种更理性、更公平的经济秩序？这正是20世纪100年间许多国家进行计划经济实验的出发点。然而，奥地利学派早在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从逻辑上证明了计划经济注定要失败。1920年，米塞斯在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核算》中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性批判
核心就是经济计算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市场就没有真实的价格，没有价格，计划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原因很简单，因为计划者不知道某个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也不知道不同用途之间的主观价值排序。举个例子，假设政府决定加大钢铁生产，听上去不错，但问题出现在钢铁生产之后，这批钢铁应该用于造桥、造锅炉、造坦克，还是做铅笔盒呢？哪种用途的当前社会价值更高？他们的机会成本又是多少？如果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判断不同用途的优先级，计划者只能拍脑袋做决定，或坐在一起开会举手表决。结果就是，不论你的计划多详细，都像是闭着眼睛开车，表面上看起来你在掌控，实际上只是在等待出车祸而已。哈耶克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只是信息不够，而且在于计划本身就排斥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回想前面所说的，市场能够利用亿万人分散的、局部的、时间敏感的知识，而计划者即便拥有最先进的计算机和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获取每个消费者的真实偏好、每位企业家的机会判断、每一笔资源的最佳用途，以及每一次变化的及时反馈。于是计划者只能做一件事，简化现实。他们把瞬息万变的社会变成几张报表、几个数据、几个目标，比如产量要翻番、亩产要超万斤、钢铁生产指标必须完成等等。这看上去很量化科学，实则极为愚蠢粗暴，因为它忽略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与环境的动态变化。而一旦这种对现实的简化被制度化，就会造成灾难性的错配，资源被投向并不需要的方向，有用的产品得不到生产，真实的需求无人理会，整个系统走向失调。这些理论听起来抽象，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在历史中看到它们的体现。前苏联在5年计划中强调重工业优先，于是全国大炼钢铁，大建拖拉机厂，钢的产量越来越高，拖拉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但问题是，农民买不起拖拉机，买了也用不起，维修零件跟不上，燃油调配不到位，结果变成一边是报表上的工业成就，一边是生锈的拖拉机和荒废的田地。与此同时，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农业被牺牲，食品危机爆发，居民连面包都吃不上了。想想就觉得很讽刺，你有能力造出更多的农用机器，却造不出一块有温度的、对时间和口味敏感的面包。中国的大跃进更是一个典型例证。1958年，全国上下响应钢铁产量翻倍的号召，纷纷开启土法炼钢炉，甚至把铁锅铁锹都投入炉中。结果炼出的是毫无工业价值的废铁，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拖垮了正常的农业与交通系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展开大规模动员，数亿农民被组织进公社，参与水利建设和公共食堂劳动，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扰乱。在政治高压与浮夸风盛行下，各地虚报粮食与工业产量，为完成上级指令，不断夸大数据，导致政府征购指标严重超出实际产量，农民口粮被真空，却无法如实反映上报。在大跃进运动中，由政府制定的所有工农业指标，都是在没有真实市场价格、没有真实反馈、没有自由行动者参与的情况下，由计划者所谓凭理性认知设定的。但现实并没有给他们的理性以任何面子，而是用饥荒和社会崩溃作为回报。大跃进还造成全国经济失衡、资源错配、生态破坏与社会信任瓦解。本质上，大跃进运动体现了高度集权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制度性缺陷，脱离市场价格机制，压制个体判断，信息层层扭曲，最终将政治意志凌驾于现实规律之上，导致了人祸性质的系统性灾难。这一时期为中华民族经济思想与制度安排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刚刚我们讨论了自发秩序的生成逻辑，市场价格如何整合分散知识，以及计划经济的失败为何在逻辑上不可避免。这些分析虽然看似经济学层面的讨论，但其背后其实依托着一整套自由意志主义的哲学立场。奥地利学派并不是一门只谈数字的经济理论，相反，它建立在对人性、本体、知识、行动、秩序等基本哲学问题的严肃思考之上。而其中最核心的3个概念分别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价值理论以及对自由秩序的伦理辩护。这3者构成了奥地利学派捍卫市场经济与自由秩序的思想基石。
下面让我们依次展开。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强调的是，社会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我们首先要质疑一个深植于现代政治语言中的观念，它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国家意志、人民的声音，还有社会整体利益等。这些说法听起来理直气壮，道德感十足，但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危险的抽象化语言。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思考、做决定、进行选择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的巨人，而是由无数拥有不同目的、信念、偏好与行动能力的个体组成。因此，奥地利学派所有的研究都坚持一种根本立场，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它的意思是指，一切社会现象的起点与解释都必须从个体的选择与行动出发，才会具有意义。国家不能说话，政府不能思考，只有其中具体的人，比如官员、计划者、消费者、企业家、工人等等在行动。集体意志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脱离了个体的自由选择，任何看似高尚的整体意志论都是虚构的骗局。这一立场的重要性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制度设计、经济理论乃至道德判断的根基。比如，税收其实并不是国家善意的重新分配资源，而是某些人强制夺取另一些人的收入。再比如，社会公平并不是客观的正义标准，而是某些人的价值判断被强加给他人的行为。因此，当我们讨论社会秩序或资源配置时，不应该从集体出发，而必须回到具体的个体行动中发问：到底是谁，想要什么，用什么方式去实现，是否侵犯他人的选择。只有从这个出发点，才不会陷入一种宏观幻觉，也才能真正理解自由市场中自发秩序的本质。第二个哲学基石是奥地利学派最具突破性的理论之一——主观价值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卡尔·门格尔在19世纪提出，用以反驳当时流行的劳动价值论和成本决定价值论。门格尔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他认为一件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包含多少劳动，也不在于它具有什么客观属性，而在于它在主观个体的心中有多少重要性。据此，门格尔对困扰经济学家们很多年的钻石与水悖论做出了完美解答。一杯水在沙漠中可能价值连城，而在水龙头附近却一文不值。钻石对于沙漠中的旅人一文不值，但对于订婚仪式来说却必不可少。一个古董在某些收藏家眼中是瑰宝，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不过是破烂不堪的旧物。这就是主观价值的体现。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击碎了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即有人可以替他人决定资源该如何配置。如果价值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能够知道全国每个人对各种物品的真实偏好和排序。哪怕你再聪明、再理性，掌握再多数据，你也无法预测某个地方的消费者下个月会更想要芒果还是牛奶。计划者根本无从知晓某个地方的数百位企业主更看重短期利润还是长期信誉。计划者也绝对没有能力察觉某个区域数十万农民愿意多种粮食还是多养猪。而价格机制正是帮助我们表达这些主观价值差异的交换语言。当每个人在市场上用货币投票，价格信号就能反映出每个商品在当前时间、特定场景下的边际重要性。计划者取消了价格机制，也就等于取消了主观价值的表达方式。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不是更科学的分配，而是盲目的替人做主，用粗暴的产量指标代替真实偏好，最终造成资源错配与社会苦难。第三个哲学立场是奥地利学派对自由秩序的道德与伦理辩护。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常常被误解为放任不管、为所欲为、无组织、无纪律等，而秩序则往往被理解为某种必须存在的强制性规则、统一规划以及每个人服从指令的义务。但奥地利学派反其道而行之，哈耶克特别强调，真正的秩序不是建立在强制与控制之上，而是建立在规则与选择的互动之中。自由不是混乱的原因，而是秩序的前提。只有当个体在一套通用规则，比如产权、契约、法治之下自由试错、自愿交易、相互调整，才可能形成一个适应变化、灵活反应的社会秩序。反之，如果把秩序的建立完全交给权力结构，那这个秩序往往是僵化的、不可调整的，甚至是违反人性的。这里的关键点在于，
奥地利学派不仅用理性论证市场的效率，也从伦理的视角为自由本身做出了辩护。比如，市场经济并不是剥削，而是尊重选择；自由交换并不是混乱，而是和平共处的基础；政府强制并不是秩序保障，而往往是秩序破坏者。人类社会真正伟大的秩序，不是由强人所建立的，而是由规则框架中自由行动者共同创造的。这就是自发秩序思想的深层含义，它不仅是经济运作的逻辑，更是人类文明制度的伦理支柱。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过程中，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中央计划，那是不是人人为所欲为？市场难道不会导致弱肉强食、剥削压迫、无序混乱吗？这是非常普遍也极具代表性的误解，因为在当前的国家叙事背景中，往往将秩序与权威画上等号，而将自由与混乱等同起来。听得多了就会以为，似乎只有当某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存在，制定规则、规划方向、监督执行，我们才可能有秩序、有公正、有效率。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告诉我们，事实恰恰相反，真正意义上的秩序不是来自上层设计，而是来自规则之中的自由选择。我们每天在使用的自然语言，在遵循的社会习俗，在依赖的判例法体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市场体系，本质上都是自发秩序的产物。没有哪位语言工程师设计了汉语，但我们每天都在用它交流，只不过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语言规则。没有哪位万能的智者规定你应该买哪件衣服、吃什么晚餐，但整个城市的商品流通却运转如常。这些无主之境之所以能保持和谐的秩序，恰恰是因为其中存在清晰的边界、规则和自由行动的空间。而强制性的规划一旦取代自由选择，非但不能带来秩序，反而更容易制造集权灾难。这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问题，更是对人性与现实复杂性的误解。所以我们必须从观念上澄清，自由不是无序，自发不等于混乱。自发秩序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演化过程，而不是放任不管的状态。正是自由，才能使秩序不断适应、不断修正、不断进化。今天我们从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出发，循序渐进地走进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核心。我们看到了自发秩序如何在没有中央设计的前提下自然形成，市场价格如何在看不见的手中整合分散的知识，计划经济在逻辑上的根本不可行，个体行动、主观价值与自由选择如何构成一个真正文明社会的基础。所有这些内容都在帮助我们回答一个比经济学更大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如何理解秩序与自由的关系？奥地利学派给出的答案既是学术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他们优雅地说，自由之秩序就是秩序之自由。我们常以为自由会带来混乱，秩序必须靠政府制定和管理，但现实中很多最有序的现象，比如语言、市场、风俗习惯，都是在没有人统一指挥的情况下，由千万人自由互动、不断调整中自发形成的。这种秩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自由选择下长出来的。反过来说，一个不允许自由选择、什么都要管控的秩序，其实只是表面的整齐，实质上是压抑活力、扭曲人性、阻断改进的僵化结构。因此，自由不是秩序的敌人，而是它的来源。而真正有生命力、能进化的秩序，也必须建立在自由之上。这正是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自发秩序精神。人类不需要被命令去协作，只要有规则、有自由，就能形成更高层次的和谐。哈耶克坚定地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就是从建构秩序走向自发秩序的过程。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高度协作的社会中，并非因为有人替我们设计好了生活的每一步，而是因为我们被允许在共同规则下自由行动、相互调整、彼此学习。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自发秩序不是混乱的代名词，而是文明的底色。